Hello，我是林晴。羊毛毡真的什么形状都能做得出来耶！这次我们的鲤鱼旗需要的材料有2-3款不同蓝色的短纤维羊毛，然后白色的长纤维羊毛20克，还有抹布、大张气泡纸、鱼的版型、小剪刀、保丽龙胶、黑色跟白色的不织布、钥匙圈以及针线，还有洗发精或是沐浴乳，跟一个装水的瓶子，以及一个小水盆。请先将水瓶里面挤入2下的洗发精，并且摇晃均匀备用。接着拿出鱼的版型以及长纤维的白色羊毛，请将羊毛分成2份。羊毛的纤维大约15公分，所以2手之间要保持距离，才能将羊毛1分为2哦。接着使用其中1份的羊毛铺在鱼的正面，另外1份羊毛待会要铺在背面，所以先放在旁边备用，不要一下子就全部用完咯。接着我们开始铺羊毛，那这边一样哦，羊毛的纤维15公分，所以我们2手之间要保持距离，才能从前端将羊毛轻轻的撕出薄片。试着用4只手指头的指尖以及虎口的力量夹住羊毛之后，从前端轻轻的往上拉，就可以将薄片的羊毛轻轻的抽出来了。尾巴这边我们要斜着铺毛，这样子第1层的羊毛就铺好了。接着我们要铺第2层，那我们刚刚是直式的铺毛，现在我们要换成横向的铺毛。待会我们会再铺第3层，一样是回到直式的，所以顺序就是直式、横式、直式，这样总共3层。那如果说您铺的特别薄的话，也有可能铺到第4层、第5层都没关系，只要把手中这份羊毛使用完即可。羊毛铺好后，我们拿出准备好的泡泡水，在上面撒上水分，接着拿出气泡纸，颗粒的部分朝下，盖在羊毛上面，然后慢慢的拍打，用手的力量将水往外推，让每一根羊毛都沾到水分。接着打开检查看看哪里的毛没有水，那我们这时候再补一点点的水分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子羊毛都贴在桌面上的状态即可。接着我们将羊毛以及版型一起翻过来，检查一下四周是否都有羊毛。鱼的四周必须都要有羊毛才行。那像我这边尾巴的部分的毛就很短，所以我就从底下轻轻的拉一点出来，接着再用羊毛把这个版型包起来。包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能折到这个鱼的形状哦。包的时候一定要维持这个版型的形状，沿着边边轻轻的把它包起来。那这边呢，我再补一点水分。水的话有重量，就会把这个羊毛往下压，它就能乖乖的贴在版型上面。这一面的羊毛呢，我们就铺好了。接着我们拿出剩余的另外1份羊毛，将这一面的版型也铺满，重复刚刚的动作，直式、横式、直式，这样子3层羊毛。
重复刚刚的动作，铺好毛之后洒水，压气泡纸，让每一根羊毛都沾到水。接着将羊毛以及版型一起翻过去，重复刚刚一样的动作，将这个版型再一次的包起来，这样正反两面的羊毛就都包好了。接着拿出彩色的羊毛，把这些彩色的羊毛当作颜料一样，在鱼的身上着色。短纤维羊毛一定要撕成很短的小薄片才能着色哦。如果一大坨羊毛直接放上去，那它有可能无法附着。画好后，我们补一点水，接着再用气泡纸将这个颜色压平。然后翻面，将这个蓝色的羊毛呢，再往内包起来。重复刚刚的动作，在这一面也开始着色。接着使用抹布开始摩擦作品的表面，让羊毛沾化。这个动作很重要，要摩擦5分钟。这个动作会让所有的羊毛纠结在一起，待会呢，它就会呈现一片的状态，就不容易分开咯。像这边掉下来的就是分开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面也要摩擦5分钟。接着将气泡纸打开，把鱼拿起来，然后呢，把气泡纸放在桌上，颗粒朝上，鱼放在气泡纸上方。接着将气泡纸用鱼卷起来，轻轻的滚动。这个步骤呢，会让鱼慢慢的缩小。目前我们的鱼大约是23公分左右，那我们要把它缩小到16公分。开始轻轻的滚动5分钟。接着换方向，从鱼头的部分往上卷，继续滚动5分钟。可以用手指头稍微压一下，帮它轻轻的按摩，让这个羊毛可以快速的缩小。重复刚刚的动作，来回滚动，直到变成16公分为止。
鱼头的方向滚动完，再换成鱼身的方向滚动，这样子来回不同的方向滚动。否则的话，鱼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瘦或者非常的短哦。这样子来回滚动大概20分钟后，羊毛明显的感觉已经变结实了。如果羊毛毡已经明显的变硬了，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滚动，不一定要包着气泡纸。这时候力道也可以加大，这样子可以让羊毛更快速的缩小。如果水分多到会滴下来，可以用旁边的小盆子接水，稍微拧干一点点水分。这时候我们的羊毛已经非常的坚固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大面积的去按摩它，整体一起加压，这样子它可以更快速的缩小。我们的羊毛现在已经到16公分的长度了，明显的已经缩小很多。那可以再继续缩小到14公分、15公分都可以，越小作品会越结实、越漂亮，表面看起来也会更加的硬挺。羊毛毡的部分就完成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把鱼嘴的部分往内塞，做出平口的感觉。接着拿出白色以及黑色的布织布，剪出鱼眼睛以及鱼鳍的部分。接着拿出保丽龙胶，将鱼眼睛以及鱼鳍粘好。接着我们要缝钥匙圈，请将鱼的嘴巴先拉出来，将钥匙圈缝在鱼嘴上方。缝好之后，再将鱼嘴塞回去即可。
这样我们的鲤鱼池钥匙圈就完成咯。希望能带给大家手作的乐趣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